大家好，我是大王。在北京时间昨天晚上，网上出现了郑智化最新回应深圳机场事件始末的一段视频。在这段视频的结尾，他表示将要封麦退出歌坛。视频下面的评论10个有9个就说想退就退呗，挺好的，走吧，没人留你这样的话哈。那郑智化之前在微博道歉了，他为什么还要录这个视频呢？他首先说就是为了帮他说话的那些朋友，他要表示感谢，因为这些朋友和他本人一样，都遭受了网络的炮轰。这段视频里面，郑智化还说了更多的细节和他内心的一些感受，主要有这么几点哈。第一点就是首先他有个观点没变，就是他认为整个事件对残疾人是不人道的。第二点，他指出深圳机场那个升降车的设备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好的，非常灵活，所以问题不是出在设备上，而是人身上。第三点就是他表示要退出歌坛，其实他就是想证明并不是为了像有些人说的，他说吐槽这件事儿是为了炒热度、拉升人气，他只是就事论事而已。现在郑智化的微博已经设置为半年可见，他最开始之前吐槽的那条已经删掉了，只有最后一条道歉可以显示出来。这段视频的结尾，郑智化就感慨说他自己已经几乎成为了全民公敌，也很高兴终于成为这样的一个下场，因为终于可以跟经纪人讲说他可以退休了。他认为这种所谓的对一个残疾人的这种恶劣的态度，这种脑袋不开化的规定，以及网上的那些评论说你不要再唱了，这不是威胁，这是一个礼物赠予。他还告诉大家说，大家放心，我快乐的不得了，自在的不得了，而且可以记录这件事情。如果真的能够退休，那就太棒太棒了。听听他具体怎么说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郑智化。首先要跟过去这段日子以来挺我支持我的朋友们说声谢谢，你们受委屈了，辛苦了，因为你们挺我支持我，受到很多这个网络的暴力的对待，受到很多霸凌跟言语的侮辱，真的不好意思那我觉得呢，为了你们，我必须要录一段视频，把整个事情原原委委的讲清楚。首先呢，我就长话短说，那一天我会那么生气的原因，是因为我那天这个远机位的一个就是对残障的服务呢出了一些问题。怎么说呢？一般来讲，搭过飞机的朋友都知道，这个飞机呢有时候会停在远机位，那么只能就是说让这个所有的乘客搭这个摆渡车，然后到那个停机坪的飞机旁边，然后他会搭一个那个楼梯让你走上去。那对于我们那种行动不方便的人，他有时候会提供轮椅。那这个轮椅怎么进这个飞机呢？就是用一个升降车。这个升降车没有问题，当天其实一切都很顺利。那帮我推轮椅的是一个小哥，就是一个小男生，他帮我推轮椅。然后上了这个升降车，要停到那个机口的时候，出了一个问题。那个时候升降车升上去，他要靠到机舱门口的时候呢，我就发现很奇怪，为什么这个升降板离那个地面，离那个车那个舱门的那个地面这么高，大概有25公分左右，这很奇怪我去过世界所有的机场，没有这样停的都是基本上很依着那个地面，很接近的。结果这个不是，它是直接离了这么长的一段距离。其实在他做这个升降准备要停的时候呢，我就跟那个小哥说，你跟这个开升降车的司机说一下，那个太高了，不只是轮椅进不去，我也进不去。结果那个讲了之后呢，就是镜头里面有2个男生，左边那个就是帮我推轮椅的小哥，右边就是那个开升降车的司机。他好像听不懂中文，他不理我，他就去敲那个舱门。敲了舱门之后，当然空姐、服务员空服员就把舱门打开。打开之后呢，看了哇，怎么这么高，怎么上来？就跟他再说一遍，说请这位这个司机先生能不能把这个升降板再升高。然后他第一次是跟我一样，就是好像听不懂中文，他不理你，讲了很多次他说规定要20几公分以上，要20公分以上，这是才能符合规定。当时我就很纳闷，全世界的机场，包括北京、上海、广州，任何一个机场我都有接受过这样的一种服务，就是升降车，然后把带轮椅的旅客、行动不便的旅客进机舱的这个经验，没有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这样的？你的工作是负责把一个行动不方便的旅客
这个载到一个就是说他可以走进去的地方，要帮助他进机舱，不是去阻挠他进机舱。这是什么规定？好，这有2个情况我们可以看。第一个就是这个司机说谎，根本就没有这个规定，那你这个就罪大恶极了。你既然是要帮助一个行动不便的人进机舱，结果你设一个门槛让行动不便的人没办法进机舱，这不是很好笑吗？那第二个，如果他没有说谎，真的有这个规定，那么深圳机场定这个规定的人他是脑残呢，他有毛病，怎么会定这个规定呢？那北京机场、上海机场、广州机场这么多的机场，他们都是尽量的让它靠近那个舱门的底部，以便于你走进去，或者是有更好服务的，它有一个类似引道，或者是一个就是类似一个斜坡让你进去。深圳机场都没有啊，那我们怎么进去？然后呢，这就造成了后来这个很热心的小哥，他非常就是说热心的，因为我那时候真的上不去，那还好我的手还有一点点力量啊，所以就攀扶着拐杖。我想问大家，如果我的手也没有力，很多的残疾人他们连手都没办法用力，那是不是直接就是连滚带爬进去？那不是嘛？所以基本上我最后等于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就进了那个机舱。你们要知道，那个升降板旁边没有任何护栏的，我等于是悬空的，只要我一失手，那不就绝对不是连滚带爬，是直接再见了，直接摔下来，不知道摔到哪里，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恐怖的画面。所以我不是说要服务人员对我多么体贴，网络上还有说是因为这个服务人员什么没有给我们温暖，没有啊，都帮我推轮椅的小哥非常非常好啊，他还帮我扶着我的左脚先上去，然后再扶着我的右脚，然后我在用力的时候可以这样，就是比较就是斯文扫地了，就是不好看，然后进了那个机舱。但是呢，我所要怪罪的所有的问题，全部在这个开这个升降车的这个司机身上，这么的冷血，这么的不顾一个人，就是说他的安危。其实我跟你讲，升降车是非常容易的这个升降的，然后他只要按一个按键，就是一个按钮，2秒钟，他这个板子就可以升上来，我就可以进去了。然后有很多人说，因为规定啊，不能够在20公分这个以内啊，这样什么会伤到什么飞机的这个机身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除了深圳机场，其他所有的那个升降的车都没有都有这个规定吗？没有吗？那你这明明是摆明在为难这个我们行动不便的旅客嘛。所以说这个事情基本上是一个很奇怪，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谬思，就是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不让大家顺利的进去？我也没有要你服侍我，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公众人物就要受到多特殊的待遇，我只是一个旅客。然后我想自己能够走进去是最好，当然轮椅你推进去我也不反对，可是问题是他没有办法轮椅推进去，那我走进去你故意刁难我不让我走进去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那当然也有人说这是规定啊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探讨规定这件事情。规定必须要合情合理、合人性，没有人性的规定，这个规定本身就有问题。我想请教大家，如果有个救生员看到有人溺水了，他要不要救他？那他说不行，这个我救你之前我先问你，你有没有1万块钱？因为我们有个规定，如果我把你救上来，你要付1万块钱啊，这规定合理吗？不合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曾经也在有些文章里抱怨过，就是说我在安检受到非常不公平的待遇，不只是我有个朋友，他在机场啊被安检出来身上有金属，后来发现那个金属不是带在身上，是他腿上动过手术，所以安了2根那个钢钉。然后居然有安检人员问他说，你怎么把这个不明的金属藏在自己身体里？我的妈呀！所以我要说啊，那到时候这件事发生之后，这个深圳机场也有道过歉，然后说他们要安排更好的设备，
以便于就是说这个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就是能够进出更方便。不，我跟大家讲错了，不是机器的问题，不是设备的问题。我跟大家说，深圳机场的那个升降机是我看过有史以来，我这一辈子搭过太多次飞机了，看过有史以来这个设备最好的，它那个是最好的，很灵敏的。所以问题不在于设备，设备只是其次，最重要的是人，就人的那个人心，人心出了问题，那么他的态度不对，他的想法不对，问题才是最大的。所以我常常讲，这世界上再好的制度，人不对了，这制度就不好了；再不好的制度，人对了，什么都好。所以我生气的是，这是你的职责，你要协助一个行动不便的人进这个机舱，不是设一个陷阱，设一个关卡让你进不去，这是什么概念？所以我说他没人性是这个原因呢，并不是在抱怨那个帮我推轮椅的小哥，所有问题都出在这个开升降车的这个司机。那当然了，我讲完这个事情之后呢，最大的问题在哪里？就在于就是说那个用词遣字，就是连滚带爬这个4个字，惹怒了太多的人。那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，那时候我真的是我很少生气了，这第一次这么生气，所以那时候发这个文的时候是带着情绪在发文。的确，这个连滚带爬4个字是怎么讲？不适合了。所以事后呢，我有发文对这个用词不当道了歉，就好了。道歉没有了事了，越演越烈，甚至有人说你就是心虚嘛，你就是在说谎嘛，所以呢你才道歉。还有人居然就是说透过这很多这个留言呢，让我的朋友知道，通知我说，有人说你有什么资格道歉？我不知道说什么啊。遇到这样的情形，你只能就是说算了啊，没办法，人的素质就是这样。然后问题在于哪里？我为什么当初会用连滚带爬？最大的原因就是真的要怪一首歌了。就最近有一首歌，就是王世坚这讲的话，然后改成了歌。这个我想一下，这歌怎么唱？就是本来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，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。我本来不是要写连滚带爬这个字，这4个字，我本来是要写屁滚尿流，后来又觉得好臭，所以就不写了。也许我写了屁滚尿流也会被骂说你没有放屁啊，你也没有撒尿啊，反正你要骂人什么借口都有。但是我要讲的是我并没有说谎，这事情就是这个样子，只是我没有真正连滚带爬。可是那时候只要我一失手，我可能就不是连滚带爬。还好我上臂还有一点点力量，只要力量少一点，滑下来摔下来，它不是摔在机舱，它只是那种飞机那个升降板上面直接摔到地面，那就再见了啊。所以我说我生气是这个原因，把这个事情交代清楚，大家就了解，就说那个当初的情况是怎么样。所以这个深圳机场的道歉呢，我接受，但是呢，问题不在于机器设备以及什么要温暖的对待什么残疾人，不是，就是一个人的基本的一个专业，就是行为，你的责任是什么？当你是那个升降车司机，如果你遇到那个情形，你会不会只按一个按键2秒钟就把那个升降车稍微提高一点，让大家进进出出方便就好了？我根本就不想要打扰别的客人，也不想延误这班飞机啊，我只想就是自己有尊严的走进那个飞机里面，就这样而已，没有别的要求。结果事后只是因为这4个字，就造成了所谓全民轰炸。我从一个受害者，直接变成了一个叫做什么，就是全民公敌了。那我也是服了。那么当然经过这么多天，我们可以证明这个社会上支持我的人是少部分，污蔑侮辱我的这种暴力行为，这种网络霸凌这样的人是大部分。那如果是这个样子，这个社会堪虞，真的是堪虞，就是这社会出了毛病，就这样子。然后另外一个很多朋友都关心，就是说哇，经过这个事情，
我心情有没有受到什么这个影响啊？我跟大家报告，没有，完全没有。不是因为我涵养够，或者是我心胸宽大，不是。我跟大家科普一下啊，过去这30多年来，我这个非常努力的研究几门学问，一个是玄学，一个是禅学，一个是宇宙学，这里面都有讲到能量跟所谓磁场的问题。大家应该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回向吧，就是有些信佛的或信道教的朋友，他们的亲友过世之后，他们会念经，把很多好的能量跟功德回向给他的死去的亲属。关于正的能量、好的能量、好的磁场是可以回向，就是给别人。可是如果你口出恶言，你讲一些很肮脏的话、不堪的话，这种造孽的行为，基本上它没有办法回向，它只会产生一种效果，叫自受，就自作自受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为什么我没有受到任何心情影响，是因为这些喷子啊，台湾叫酸民呢，这边好像叫喷子啊，就这些喷子不管怎么喷，他喷到都是他自己，因为你讲的这个话不存在，不是事实，被你攻击的人完全没有办法被攻击到，而是你自己会承受你骂出去的话，讲过去的这些脏的东西，自己要自己承受。所以我当然不会生气。那当然我是这样子，可是你们这些听我的朋友可能就受不了，就受到侮辱。那我现在不告诉你，科普这个知识给你们，你们以后也就不会生气了啊。你走在路上，野狗啊对你乱叫，难道你要回嘴吗？你回嘴之后，这个野狗它在跟你乱叫，结果你回嘴你就变成野狗。同样的道理也是这个样子。这些喷子啊，大部分他们在网络上就是横行霸道，口无遮拦。可是在现实生活中，大部分这样的人都是比较低层次的人。为什么？造孽太多。你造的这些口业，这些口业不会伤害到任何人，只会自己自受。那既然他要用这种自残的行为来摧毁自己，我们谁也救不了他。所以你为什么要为这件事情感到什么生气啊，或怎么样？那当然比较悲观的一点就是说，基本上这个事情到现在，大部分这个网友是这样的一个行为，就是他不看事情的本质，也不管为什么这个残障设施跟这个人做了这些错误，对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格践踏，做出这种不文明的事情，然后他没有去管这些，他管的就是连滚带爬这4个字。那一定要在上面就是做文章说我说谎，然后怎么样，我没有说谎，我只是用词不当，我道歉了，还说你有什么资格道歉？那到底是要怎样？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已经是紧追不舍，就是欲将我除之而不后快，就一定要做这些赶尽杀绝的事。那就赶尽杀绝啊，怎么办啊？没有办法的，世界就是这个样子。从历史的角度里面，大家可以知道，很多事情的结局都是比较坏的那一方获胜，好人是不可能获胜。但是我要郑重跟大家讲，好人没有错啊，好人没有错就好了，只要你是对的，你问心无愧，就不在乎这些批评。那么最后呢，我要这个解释一下，就是说讲一下这个最近呢，很多朋友因为我不看留言，所以这些喷子啊怎么喷我根本看不到，可是我的朋友会看。那我的朋友很多啊，所以他们就一天到晚发讯息给我。这里面有2个问题啊，我在这边就回答一下。第一个就是说，很多人说我这个什么趁这个事件蹭流量，因为我已经过气了，所以要靠这个事件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。我的天哪！我是一个 old school 等一下，中文怎么说？老派，我是一个老派的人。老派的人会蹭饭，不会蹭流量。我不在乎流量，工作量太大我也承担不起，我干嘛要用这个来做这个知名度的提升啊？蹭流量的是这些喷子，那么搞得整个我的微博里面留言板这个残破不堪呢，不堪入目，就是非常恶劣。但没有关系，我跟大家说这段视频播出之后3天，我会把微博的账号整个撤掉。我花了钱成为这个微博的 VIP 会员，
还要让这些喷子来我的板上当公共厕所，这是很傻的事情。所以我会关掉我的微博，不再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更何况这些都是一些恶意的重伤，所以基本上我关掉微博不开了。那第二个是最多人问我的，很多朋友问我，就是很多的这些喷子啊，说什么要封杀我，不要再让我这个上台演出了，不要再听我唱歌了。我听到这个消息，你知道吗？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感谢大家，谢谢，太感谢了。等一下，我喝一个水哦。为什么咖啡了不是水？这个为什么我会感谢这些人说要封杀我？首先我要跟大家稍微讲解一下，身为一个歌手，或者是你是一个演员你会不会被封杀？不是这些喷子说的就算了。一个歌手或者是一个演员，他会不会被封杀？除非你是犯了罪然后被封杀，否则就是大家都不喜欢你，大家都讨厌你，你过气了，你不受欢迎了，这就是自然封杀，它是一个市场经济啊。那么对我而言，我这么多年来到现在还在演出，并不是因为我自己要去求这个事情，而是很多人希望我继续唱，所以就邀约不断。再加上本来还有人要提议我就是说希望我明年开演唱会，这是一种所谓我有被需求，我的音乐感动很多的人，所以我有这个使命去做我的工作。当然对这些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喷子来讲，你听不懂使命这两个字，我也不想跟你解释，所以它是我的使命。可大家知道吗？过去这些年，大概从4-5年前开始，我的腿因为小儿麻痹的关系严重退化，所以那个关节很痛。曾经在一次现场演出的时候，就突然间刺痛，好像那个针一直一个钉子或者针一直在刺你的，不止一根很多根针在刺你的那个膝盖，我痛得不得了，更不要想说要唱歌了。所以我是这几年的唱歌都是抱着痛苦，就是那个身体的痛苦上去唱。有时候吃止痛药有用，有时候没有用。那很多人问，那你为什么不坐着唱歌？坐着唱歌多没劲呢？就像我不希望被人家推轮椅，我自己能够走，我一定走，不要麻烦别人。那可是唱歌呢？我觉得坐在轮椅上唱歌，真的很没有劲啊！你还是最好是能够站就站着。但是呢，因为大家的热情，大家就希望我唱，所以这是我的工作，这是我的使命，我必须要去唱歌。结果好了，现在发生这样的事，我们终于证明，大部分的人是不喜欢我的，是讨厌我的。天哪，谢谢你们！那这样我可以退休了。我想到这个我就很兴奋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就跟一个小孩子不用上学，一个大人不用上班一样，多快乐啊！我现在就开始要计算了，我要去环游世界，我要吃什么美食，我要每天做漆器、写书法、跟朋友聊天。我的天哪，这简直是天堂的生活！感谢，真的谢谢。所以我每天的祈祷是有用的。上天借由这个机会，让大家都很讨厌我，很生气的不喜欢我，这样我就不用有工作了，太棒了，感谢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跟所有这个支持我的朋友说一声，真的是谢谢你们啊！你要用这种心态过活，人一生不是只了为了钱而活着，也不是为了就是说很多利而活着，你要为快乐而活着。我很快乐，只是声音有点沙哑，不好意思。那么既然很快乐，为什么沙哑？我跟大家再讲一个题外话，因为我是个棒球迷，最近美国那个职棒大联盟在打那个冠军赛，我支持的球队一直在输，所以心情很不好。而且我那个前几天还打了一场6个小时39分的球赛，所以我每天熬夜早起要看这个球赛，所以现在身体不知道，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影响我，大家放心，我快乐的不得了，自在的不得了，而且可以借由这件事情，如果真的能够退休，那就太棒了，谢谢大家。
所以支持我的朋友们，希望你们也跟我一样，不要受到这些所谓这个网络的这个喷子啊，那个骂你、侮辱你的心情受到影响。大家都很好，希望每一个人都很好，但是事情还是要讲清楚。我们是受害者，那当然现在是全民公敌了啊，很高兴，终于成为这样的一个下场，终于可以就是我每次跟经纪人讲说我要退休或干嘛，他就说不要啊，你还能唱得很好，你不知道我有多痛苦吗？啊，不只是我的腿会痛，还要经过这个机场就接受这种非常不人道的这种所谓的询问。安检跟这一次这种所谓的对一个残疾人这种恶劣的态度，这种脑袋不开化的规定，那我现在不要唱很好啊！大家不要以为不要唱就是在威胁我，这不是威胁，这是一个礼物赠予，谢谢大家。那最后还是说啊，所有的事情啊，追根究底都怪那首歌。本来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，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，哎。为什么不是我的歌呢？